想要掙快錢哈，有一个特別缺德的一個小技巧，可能會被人罵哈，但是絕對不違法。這個技巧呢就叫做戰術性犯規。那麼戰術性犯規呢，原本是用在這個籃球比賽場上關鍵的時刻拿來最後續命得分反超的一個應急手段，後面呢卻被無數的聰明的商人哈用來白手起家。運用好這個手段的人早已經賺的是盆滿缽滿了哈。那麼這個技巧就被稱之為空手套白狼的黃金法則，已經被全世界的商業競爭中哈悄悄地流傳了將近有個100多年了哈。如果你不懂哈沒關係，我給你舉個例子你就懂了。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的博覽會上哈，有一群中國人拿着瓦罐裝的白酒前來參展。當時呢我們國家的國際地位哈並不是像今天這麼高，所以呢展位被安排了一個非常角落的位置，而且呢主辦方還特意強調不允許躍出自己的展位，更不允許去吆喝拉客，否則呢就會被觸犯了這個規定嘛，要賠償幾千美金的這個罰款。那麼整場的展會下來呢，我們的白酒因為在這個邊緣的位置哈，又是加上這個鄉土的包裝，全場呢幾乎是無人問津哈。但是智慧的中國人怎麼可能會坐以待斃呢？就在這個博覽會快要結束的時候啊，世界的名場面誕生了。一個小伙雙手舉着2罐這個沉甸甸的白酒，踉踉蹌蹌的走到了會場的最中間中心哈，人最多的一個位置，撲通一聲摔了個狗吃屎。那麼手裡的這2罐酒呢，重重的砸到了地上，碎了一地。那一瞬間哈，整個現場都充滿了這個中國白酒的這個酒香味。那外國友人的肚子裡面的那個酒蟲就被一股濃烈的這個芳香徹底的給把魂給勾了出來哈。甚至有人呢直接俯下身子，把鼻子湊到地上去聞那個白酒的香味。會場呢就一度陷入到了混亂之中。那麼這個時候呢，人群中突然有一個人用蹩腳的英文大聲的喊道：“這是中國的白酒，叫做茅台。”最後哈，本該無人問津的這個茅台拿到了萬國博覽會的金獎。參展的中國代表呢也是笑嘻嘻的接納了這個罰款和清潔費哈。這就叫做戰術性犯規。當你陷入絕境的時候，犯規可能是你唯一能夠續命，甚至說可以翻身的一個機會哈。比如說1984年哈，籃球健將這個喬丹，他是被這個耐克呢就是急需打開這個市場，然後給他設定了一雙球鞋，採用了大膽的黑紅配色哈，非常的亮眼。然後呢這個耐克就要求喬丹穿着這雙籃球鞋去參加這個比賽。可當時這個 NBA 呢，他對這個球員的着裝是有硬性要求的，只能穿黑色或者白色的球鞋上場，否則呢你就會面臨這個罰款了。但是耐克公司呢直接跟喬丹說，你只管穿，罰款我來交。於是呢這雙黑紅配色的這個球鞋哈，成功吸引了一大批的觀眾的注意力哈，最後成為紅極一時的爆款球鞋，讓耐克這個公司哈賺的是盆滿缽滿哈。還有就是我們這個椰樹集團，從成立到現在不忘初心哈，只找前凸後翹的美女去做代言產品，一邊交納的罰款，一邊是死心不改。最近呢更是找了一群美女在直播間裡去跳舞哈，曾多次被警告擦邊行為，可是人家呢根本不管不顧。又找了一群陽光開朗的一個帥哥來跳那個健身操，主打的就是我不擦這邊我就擦那邊，反正呢現在大家也分不清楚到底什麼是擦邊什麼是跳舞了。反正看着很開心，也記住了這個品牌，所以哈，在商場上很難保證這個絕對的乾淨。雖然戰術性犯規可能是有違這個道德，但是適當的時候它是真的管用哈。所以空手套白狼的戰術性犯規才是你有可能翻身的唯一的一次機會了。